昨天比特币成功站住85000，一路飙升至最高点89000。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说，你看，果然又要起飞了，跌破50周均线是假摔，牛市肯定没有那么快结束，反弹都这么强，这就是熊市最危险的地方。因为历史周期告诉我们，熊市最强的一段涨幅往往发生在趋势反转之后的第一次反弹，不是它为了让你赚钱，而是为了让你更加坚定的不卖。市场需要通过一段反弹，让大部分不相信牛市结束的人重新充满希望。作为一个撸空头博主，我不会去预测市场短期的走向，但是当长期指标给出了信号的时候，我要旗帜鲜明地说明我的观点，不含糊地认为这轮比特币牛市已经结束的概率在 80% 以上。我会通过周期时间50周均线分析来讲明白为什么比特币牛市大概率已经结束了，而且以此我们也能估算出一个底部熊市的价格。再然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如果比特币现在已经熊市了，我现在应该卖吗？本视频不做任何投资建议，仅供分享。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先和各位观众来分析一下，为什么昨天会有一波上涨的行情啊？因为这个人表示，他主张在12月议息会议上降息，因为他更担忧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疲软，这关系到美联储的双重使命，看起来像是一个鸽派的信号，令降息的预期持续升温。所以呢，昨天美联储降息的概率飙升至 77.2%。比特币已经连续2周跌破50周均线了。50周移动平均线，它代表了过去50周，也就是大约1年的平均价格走势。在比特币的价格图上，50周平均线是一条非常关键的分水岭。当价格站在50周均线之上，说明市场仍处在长期上涨的趋势中，牛市结构的话仍然健康。但当价格跌破50周均价线之后呢，意味着做多力量开始衰竭，长期投资者开始离场，熊市呢往往也是由此开始。这个指标的核心是，比特币必须连续2周。周盘价都低于50周的均线。我们首先快速验证一下有效性。我们翻看2013、2017、2021过去3次完整周期。我现在使用的程序的话是 Trending Video， 我将页面的话调成亮白色，这样方便各位观众也收看。我们来看一下13年那轮牛市发生的事情啊。比特币的价格上涨速度非常快，涨幅也比较大，在整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呢，是没有触碰到这个黑色的，也就是50周的均价线。那这个指标的话就点开，然后搜索 EVM， 它的第一个，然后20、50、100、200，我把20、100和200全部都隐藏掉了，这样大家只能看到50周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开始啊。11月份的时候呢，达到了13年那个牛市的顶点，之后呢，币价就一路下跌。在4月份的时候呢，第一次回踩了50周均线，随后呢获得支撑，迎来了一波反弹。不过在8月份的时候呢，又再次跌破了50周均线，之后比特币的价格就一路下跌，直到跌到了17年周期开始的底部。那我们来总结一下2013年牛市顶点啊。那在13年11月份的时候，比特币到达顶点，回踩一次50周均线后反弹，比特币价格在顶点之后的31周跌破了50周均线，那市场进入熊市。我们再来看一下2017年牛市。同样，这轮牛市涨得又快又急，和13年周期一样，在17年的12月11日到达到顶峰，然后比特币价格没有回踩到50周的均线，这边的话通过图表大家可以看到。随后在4月份的时候呢，第一次回踩到50周均线获得支撑，开始了反弹。在5月份的时候呢，跌破了，也就是第二次跌破了50周均线，开启了比特币的熊市。并且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跌破了50周均线之后呢，50周均价线的这个位置就从支撑位变成了到了一个阻力位。我们再来总结一下2017年牛市的顶点在17年12月份的时候呢，比特币价格达到顶点，回踩了一次50周均线之后开始反弹，然后顶点过后的20周，比特币第二次跌破50周均线，市场进入熊市。那么21年的周期情况又是什么呢？21年的牛市和前2轮有一些区别，首先是涨幅并没有前几轮那么大，然后比特币在这个上涨的途中呢，有2次回踩到了50周的均线，那都获得了支撑，最后在21年的11月份呢创造了新高，并且在顶点过后呢，比特币价格快速下跌，跌破了50周均线，进入到了一个漫长的熊市。我们来总结一下21年的牛市中顶点，那也是一样的，在21年的11月份呢达到顶点，回踩了2次50周均线之后呢，开始反弹，顶点过后的8周时间之后，再次跌破50周均线，市场进入熊市。那这轮周期又是什么情况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轮周期这轮周期的话，相较于21年的那一次也比较相似，涨幅的话都不是特别大，而且在上涨的过程当中，同样是踩了2次50周均线，随后呢得到了支撑。那么最后在
10月份，也就是我们达到了这个所谓的历史高点啊。那并且在顶点之后呢，比特币价格也是确实啊，就是一直都下跌。那这几根阴线大家插的内心其实不太舒服，而且我被套了，这才是主要原因。那么在6周之后呢，就快速跌破了50周均线。25年的话，其实也是一个双峰的结构啊。那相较于我们之前的上一轮周期来看的话，也是双峰的结构啊。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下那个演示，你就知道这个比较相似了。那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可能就是说80%的概率熊市就来了。那我们继续做一下总结啊，也是在25年的10月份呢达到了历史的顶点。那么相较于之前几轮的话，都是时间提前了。其实21年和25年，我觉得周期应该算是比较相似的，因为他们都在顶点前回踩2次。跌破50周的时间的话是在6周之后啊，那么很明显就时间更快了。现在的25年复制了21年所有的核心结构，那么涨幅有限，2次完美的踩在了50周均线双峰的结构，创新之后呢迅速下跌。25年的周期的话，比特币从最高点第6周就跌破了50周均线，也就是说这次的速度比21年来的更快。我们在刚刚之前跟大家讲过了，如果把两段行情在传点 V6 上进行叠加，可以看到25年的走势几乎是拿21年的模板再走一遍。我们尝试把21年的 K 线图移过来调整一下。不能说一模一样，但走势极其相似啊。历史不会重复，但是会押韵。如果我们按照21年的走势图预估，本轮周期的最低点可能会落在65000附近。因此呢，不免有点悲观的说啊，这轮牛市已经结束的概率在80%以上。历史在重复，指标也已经在讲话。那你不能否认的是，比特币历史上从来没有在跌破50周均线之后呢，还能再重返到那个牛市顶点的。那比特币呢，已经跌破50周均线了。接下来的话应该怎么做呢？首先说结论，历史上比特币跌破50周均线之后呢，都会反弹，而且都会反弹到200日均线的附近。如果你也相信50周均线理论，可以再等一等。同样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，那你可以看到它目前出现了一个死亡交叉，但以前的话，只要是稍微能够触碰到一点的话，都能迎来一波上涨的行情，但它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死亡螺旋的这个状态啊。那很明显，它就不代表是一个会上升的趋势，意思就是说，更加佐证了我们之前的视频提到那个观点，80%已经开始走熊了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也可以对照一下之前可能出现过这样类似的图表的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，同样是蓝线也处在下位，但是蓝线比黑线要稍微高一点，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是吧？虽然它也是有下跌的行情，那整体看起来也是下跌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个短暂的回调突破。那这也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解释过，就是说不要太着急，可能还有一波上涨的行情。那现在我们取决于，就可能市场的原因有很多嘛，美联储有没有降息啊，12月份会不会启动量化宽松啊，这些都有可能让闲置的资金呢注入到这个市场当中，带来一定的流动性，然后再让我们的加密行情慢慢好转一些。出这期影片呢也没什么忠告啊，主要是想提醒一下各位观众老爷啊，就不要太着急，在这个时候呢去进行开设仓位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多观察少操作，就有时候你不操作呢都能帮你省下很大一笔钱，真的相信我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。作为新人，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，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，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。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，还可以阿尔法快速变现，填充我们的钱包。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，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比例 49%。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，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，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100%利用起来，实现每天躺着赚钱。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，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，并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一直会有空头。这里的空头的话，今天我们会涉及到。所以近期呢，各位观众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。同时呢，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，一定要去完成，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。另外呢 ，SY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。
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，一个是交易所注册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。注意，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。这里呢，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。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是开通，再者是去购买 Xcopy。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投发放给大家。我们在这里先说明，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，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。什么意思呢？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，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，亲测过 0.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， 价值大概$11左右。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。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，你也可以随时卖掉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，会一直作为空投发放给大家。那另外呢，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 SOIP 的功能，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，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。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，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、止盈点、止损点位、具体仓位的大小，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。同样，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，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，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，借以开单减少风险，但风险会一直在，投资需谨慎。